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最新一期节目，我是小渊。最近有粉丝私信我说，能不能尝试点新鲜的内容，整天打打杀杀的多没意思，所以今天换个口味，讲一期凌驾于有钱人之上的案件。出于遵守社区准则的原因，小渊我会以一种略带戏谑的口吻阐述这个案件。故事内容非常具有教育意义，制作不易，希望大家看完后长按点赞键支持一下。故事还得从一个星二代女孩说起，女孩名叫英迪亚·奥克森伯格。2010年从大学离开后，在一位亲戚的介绍下，英迪亚报名参加了一个创业课程，就有点像我们说的 EMBA， 一堆老板坐在一起学习，研究怎么才能富上加富。虽然有亲戚的引荐，但为了获得最终的入会许可，英迪亚找了好几层黄牛，还给几个女明星当了好几天小跟班。创办这个课程的机构实质上是个名为 NXIVM 的俱乐部，里面的会员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名流人士，涵盖好莱坞影星、皇室贵族和商业富豪等等。看着眼前一堆大咖，英迪亚瞬间觉得自己星二代的身份不香了。左边坐着南斯拉夫公主的孙女，右边则是著名跨国酒业集团的继承人克莱尔姐妹，左青龙右白虎，中间一只米老鼠。当然比周围这些大咖更加耀眼的，则是在台上拿着话筒演讲的男人。他是这个俱乐部的1号人物基斯，长长的头发，迷人的胡子，搭配一对大框眼镜和充满号召力的演讲，总能时不时迎来台下观众的拍手鼓掌。在中途休息时，英迪亚看到很多观众离开座位，挤进人群和基斯谈话以及合影。如此强大的影响力深深震惊了英迪亚，他觉得自己应该也去挤一挤，说不定等下就一夜暴富了呢。可英迪亚刚想起身时，休息时间就已经结束了。基斯拿起了话筒，继续了演讲。今天我们站在神的身边，我们在神的带领下一定能突破我们的瓶颈，记住，神与你们同在。就这样，基斯巴拉巴拉的又讲了半小时，中途还不带喝口水的那种。演讲结束后，英迪亚迫不及待就交了$5000入会费。虽然他已经不知道自己交了多少个5000，但这点小钱对他来说就是零花钱中的零花钱。辗转几次关系后，英迪亚终于正式加入了俱乐部，这让他觉得很是开心。听完演讲，用过晚饭后，英迪亚准备拿着入会证书回家炫耀一番，可不知怎么的，他走错了房间。更令他震惊的是，在里面的小卧室里，一群女人正在发出不可描述的呻吟声。透过虚掩的房门，英迪亚看到刚才几个不可一世的名媛，此刻正一丝不挂侍奉着一个男人，他就是刚才在台上演讲的基斯。英迪亚有点不知所措，他觉得虽然自己身份没他们那么显赫，但好歹也是个不缺钱的星二代，要老娘我出卖身体来伺候你这个男人，门儿都没有。正当英迪亚准备跑路时，他偷窥的事情不小心被克莱尔发现。克莱尔告诉他别紧张，这是我们俱乐部成员欢庆的一个小节目，目的是让女性得到身心的双重舒展。然后巴拉巴拉说了一堆有的没的，涉世未深的英迪亚只能故作镇静，从头到尾耐心听完。为了打消英迪亚的疑虑，刚刚享受基斯宠幸的女人开始讨论商业计划。谁在曼哈顿刚买了栋写字楼，不贵，也就$10亿而已。谁准备和沙特签订光伏项目的合作意向书，不多，也就$20亿。没过几分钟后，英迪亚刚才的慌张就被这些商业计划磨得荡然无存。慢慢的，他开始说服自己，这年头哪个富豪身上没点变态的嗜好，管他呢，反正我已经入会了。正当英迪亚沾沾自喜时，基斯拉着他的手向众人宣布，今天我们又迎来的一位新成员，他就是我旁边的英迪亚。请举起你们那可爱的小手，让我们为这位女士的勇气鼓掌。面对眼前的这个大场面，英迪亚脑袋一片空白。几乎就在同一时间，有人拿出一份协议让他签字，对方说这是组织的保密协议。粗略看了一下协议内容，英迪亚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，大概内容就是说不能透露参会人员的名单和活动内容，只是在最下方有一行小字，上面说如果一旦违反承诺，将赔偿所有个人财产。英迪亚有点纠结，这条款看起来好像不太对劲，但又好像没什么毛病，毕竟都是有身份的人，喜欢保护自己隐私是很正常的事。
在经过3秒钟慎重的考虑后，英迪亚毫不犹豫就签了名。入会2-3个月后，英迪亚对俱乐部的架构和管理有了大概的了解。先说俱乐部的金字塔架构，他由上而下划分了很多层级。金字塔塔尖的是创始人基斯，被其他人称为先知，然后从基斯往下就是不同级别的会员。至于俱乐部的管理，他们将成员划分为2派，一个是女性才能加入的 JNESS， 另一个是男性专属的 SOP， 而英迪亚就是前者的其中一员。在这2派中，管理者又划分了不同的等级。英迪亚原本以为俱乐部是扁平化管理，大家都是会员，都能平起平坐，可不料里面还有这么一出。更尴尬的是，自己是新手村的最低级，为了提高自己在俱乐部中的地位，英迪亚一次性交了几万美元购买课程，包括高尔夫课程、艺术创作和心理治疗等等。总之你能想到的里面都有。由于表现良好，英迪亚很快引起头号老大基斯的注意。在一次偶然机会中，基斯把他单独叫到了办公室，然后像一个长者般说一堆话。虽然这些道理都是老生常谈，但对于此刻因为隔阂与母亲闹矛盾的英迪亚来说，却犹如雪中送炭般令人无比感动。交谈中，基斯告诉他，我认为你老妈正在阻碍你的发展，要知道你是我们俱乐部里成长的最快的一个，你不应该局限在你老妈给你画的圈子，相反，你更应该冲破家庭的束缚，与我们紧紧相拥。放眼看看我们俱乐部的成员，哪个不是名流商贾？例如之前那个克莱尔，上次刚作为中间人帮另外一个成员介绍了红酒订单生意。只要你来我这里，我保你取得比你妈还耀眼的成绩。在基斯不停的洗脑下，英迪亚越陷越深。以前1个月来俱乐部3次，现在是1个星期来5次。还没等他走上人生巅峰，俱乐部就制定了发扬巅峰的规定。几个管理高层表示，作为享受俱乐部资源的条件，每个成员要定期向组织提供自己的黑材料，例如自己家庭的逃税材料、自己的性爱录像等等，而且还要定时更新。听到这要求，英迪亚一脸不爽，这当初签的合约上没这条啊。面对英迪亚的质疑，管理层人员表示，这是为了杜绝部分会员吃霸王餐的情况，例如只享受组织的资源，却从不为组织贡献自己的资源。听到资源2字，英迪亚大脑快速搜索着，我妈作为出演过《海滩护卫队》的女主角，好歹在娱乐圈中也有些人脉啊。看穿英迪亚的心思后，管理员冷冷说了一句，得了小妹，就你妈那点资源你就不要拿出来了，免得你自己尴尬。你看看我们这里的会员，哪个身世背景会比你差？就拿那个克莱尔，前几天才刚给我们组织买了一个私人小岛，昨天又往墨西哥分部打了9000万启动资金。打了一巴掌后，管理员马上又来了一个甜枣，他对英迪亚说，这些材料你只需要以邮件的形式发给艾利森就可，而且我们承诺，只要你不背叛组织，那这些材料就永远不会被公开。最终靠着定期搜刮自己亲朋好友的黑材料以及拉人头的酬劳，英迪亚成功从新手村升到了 DOS 这个核心队伍。看到女儿经常外出，英迪亚的母亲凯瑟琳开始时不时刺探女儿的状况，可每次都被女儿用各种理由敷衍。虽然凯瑟琳很想好好管教这个女儿，但由于自己演艺事业繁忙等原因，很难抽出时间和精力。毕竟女儿已经成年了，自己做事应该有个分寸，所以时间一晃就是2年。随着级别的提高，英迪亚得为组织做越来越多的事情，才能保住自己的位置。而俱乐部的要求也一次一次在冲击着他的底线。英迪亚逐渐开始反思自己这2年来到底干了什么。这个组织真的把自己带上人生巅峰了吗？不太像。人生巅峰没看到，但羊巅峰快有了。在后来的某一天，英迪亚突然收到组织命令， DOS 派别的50名女性成员需要参加为期2个月的密闭培训，表现好的人将会直接晋级为高级管理层，1人之上，万人之下。英迪亚本以为是普通的培训，结果一到营地才发现完全就不是那么回事。因为这个培训有许多奇怪的规定，就拿其中2条来说，其一，每个成员早晚都要发短信向基斯请安，见到基斯要和他亲吻。其二，所有成员每天摄入的卡路里不能超过800大卡，这是什么概念？就拿整天坐在办公室里敲键盘的上班族来说，每天最少都需要摄入1600大卡热量。
如果将这个数字拦腰折半，肚子得从早喝到晚。所以刚过半个月，许多成员培训前的苗条就只剩下骨瘦如柴。看到这群女人因饥饿而无精打采，好心的基斯实在看不下去了。他拿起话筒，一边挥舞着手中的巧克力，一边用铿锵有力的话语说道：考验你们突破瓶颈的机会到了，只要你们和我发生关系，就能获得一根巧克力充饥，而获得最多巧克力的女性可以命令其他人为自己干活。不出意外，在强烈的食物诱惑和野蛮权力的刺激下，50名女性先后接连沦陷。言归正传，在封闭修炼了将近2个月后，基斯骄傲地向他们宣布：我很开心，大部分人都通过了神的考验。不过离开之前还有件事情要做，那就是接自来自神的肯定。不过到底是什么肯定，得你们自己走进那个房间才能知道。一些实在无法继续忍受饥饿和肉体折磨的女会员听到这话后，毫不犹豫地就走进了房间。然而让他们怎么也没想到的是，他们一进房间就被工作人员摁在床上，然后骨盆处被烧得发红的铁棒烙上了一个奇怪的符号，期间没有任何麻醉。原来基斯口中所谓的肯定，就是这个永远无法抹去的烙印。更让人震惊的是，基斯还要求他们高喊这是我的荣幸。按理说，这个烙印带来的疼痛应该能唤醒沉睡的饥饿。然而可惜的是，即使这份饥饿被唤醒，他们的咽喉还是被锁在一个黑盒中，而这个黑盒就是前文中他们亲手献上的黑材料。从1998年以治疗心理疾病为幌子，在美国纽约带头创立组织，到把分支开到加拿大、墨西哥和美洲其他地区。基斯通过金字塔的管理结构和传销式的扩编，前后发展了16000多名会员，其中大部分都是女性成员，小到10几岁的未成年，大到几十岁的老阿姨，基斯来者不拒。即使基斯非常注重组织的隐蔽化运营，但世界哪有不透风的墙？随着许多女性入会会员的离奇失踪，许多媒体人士纷纷或明或暗开始了调查。而在入会7年后的2017年，忍无可忍的英迪亚在母亲的支持下终于站了出来，开始向媒体人士和执法机构提供线索。2018年，美国《纽约时报》率先揭露了这个组织的罪行，并马上引起轩然大波。而基斯也趁机从美国躲到了墨西哥，他本想借助墨西哥前总统的关系躲避美国的追捕，可很快他就被 FBI 戴上手铐关进监狱。2020年的10月27日，60岁的基斯因多项罪名被美国判处120年监禁，终生不得假释。然而即使如此，还有一些顽固不化的分子在到处为其游说脱罪。那基斯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？从他早年的经历中，我们或许可以窥知一二。1960年，基斯出生在美国一个普通家庭，父母平时工作繁忙，白天很少顾及儿子。为了打发无聊的时间，小年纪的基斯便喜欢上了阅读。从小学5年级开始，基斯就不太合群了。用他班主任的话来说，就是这孩子以后要么是天才，要么就是疯子。中学以后，基斯对神学和心理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，他开始把书中学到的东西应用在周围人身上。10几岁时，就连哄带骗强奸了朋友的闺蜜。凭借在神学和心理学方面的庞大阅读量，基斯开始了为富人举办演讲的职业。在白种人优良的身体形象的加持下，基斯的演讲越来越受富人欢迎，估计奥巴马看了都会自愧不如。也正是因为这些演讲，基斯彻底摸清了富人的心理特征和社交偏好，这才有了我们前文中的 NXIVM 这个组织。只可惜这个组织后来越搞越变味，最终演变成十恶不赦的邪教组织。小渊，我知道有很多人肯定会问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被骗？按理说这些名流商贾的智商不在你我之下，为何还心甘情愿任凭基斯摆布？要解答这个问题，就得说下富人的一个通病了。天下的富人都一样，不愁吃不愁喝，但唯独愁怎么守住自己的财富。而结交其他领域的富人，往往是富人们解决这个忧愁的首选方法。基斯也正是看中这一点，选择让名人背书。这些人实打实的身份是做不了假的。有了名人背书，然后就是牢牢捆住富人的黑材料。不说别的，单单是逃税漏税这一项，就足以让许多美国富人闻风丧胆。我是小渊，我们下期再见。